唐朝天宝15载，公元756年7月12这一天，已经46岁的太子李亨在灵武郡城的南楼举办了一场并不隆重，甚至略显寒酸的登基大典。李亨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新一任天子，后世依照其庙号称其为唐肃宗。同一天，李亨宣布改元至德，遥尊远在巴蜀的唐玄宗李隆基为太上皇。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李隆基就这样被退位，天宝时代彻底一去不复返。这是唐朝极具戏剧性的一段历史。在同一时间，大唐帝国出现了2个皇帝和政府，直到1个月以后，身在成都的李隆基才获悉了太子李亨先上车后补票，防范了几十年，最终还是没防住，儿子悄悄把生米煮成了熟饭。但是作为一位已经在位40多年的帝王，一位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政治家，李隆基没有把内心的这种惊愕表现出来。他的正式表态在审定过的史书上只留下一句：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说我的儿子顺应天意民心，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而随着李亨灵武登基，安史之乱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郭子仪、李光弼从河北撤兵秦王灵武，叛将史思明开始横扫河北。在关中，一场香积寺之战即将改变长安乃至唐帝国的未来与命运。李亨登基的灵武和今天的宁夏灵武市是两回事。唐代的灵武原本叫做灵州，它的地理位置经过后世的考证，被认为大致在今天宁夏吴中市的西北部。李亨的一生历尽种种艰辛，惊心动魄，还在娘胎里就差点死了。他的生母姓杨，在景云元年嫁给了当时的皇太子李隆基。迫于太平公主的威势，在这个杨氏还在怀孕的时候，李隆基和心腹张悦密谋，打算让杨氏堕胎。就在亲手炮制堕胎药的时候，李隆基睡了过去。据说他还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神仙附顶，半梦半醒之间反复3次。醒来以后，李隆基大为惊讶，就把这个梦说给张悦。张悦赞为吉梦，并且说这是天命。杨氏呢，由此得以平安产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李亨。说李亨在灵武称帝1个多月以后，获知了消息的李隆基最后一次以皇帝的身份颁布诏书，宣布从此以后由他发布的公文不再称为诏书或敕令，而改称为诏。皇帝向他呈送表书，一律称他为太上皇。所有军国大事一概交由皇帝裁决，但事后要向太上皇奏报。一旦收复长安，太上皇就不再过问任何政务。那么随后呢，李隆基又命令宰相韦建素、房管和崔焕携带传国玉玺和宝册赶赴灵武，正式册封李亨为帝。传国玉玺咱们都知道，那么宝册又是什么呢？这个宝册又叫玉册，是古代帝王祭祀告天的册书。祭天这是皇帝的职责，拥有宝册也是皇帝身份的象征。从打李亨登基开始，大唐实际上形成了太上皇和皇帝2个政治中心。那么李氏父子在平定叛乱这一点上，目标和利益高度一致，并且以此相处共存。但是权力本身，尤其是皇权所特有的排他性，又让这2个政治中心在水面下的暗战始终没有停歇。咱们单说韦建素、房管、崔焕转眼从成都赶到顺化郡，见到了肃宗李亨，奉上玄宗的传位宝册。李亨呢，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见到玉玺和宝册，尽管心潮澎湃，但是脸上十分淡定，并且出人意料的婉拒了册命。他说现在这个情况是特殊时期，中原动荡，生灵涂炭，我只是暂时发号施令，权纵百官，怎么敢趁着国家危难之际就贸然的传袭皇位呢？这个大臣们坚决奏请，那么李亨仍然是不答应。
把宝册专门供奉在别殿，每天早晚都要去礼拜，就像侍奉父皇一样。虽然没有接受册命，但是再也没人敢质疑他身为皇帝的合法性。而太上皇派来的3个宰相自然也就留在了他的身边。韦建素、房管、崔焕这仨人，李亨最讨厌韦建素。为什么呢？因为在李亨眼中，韦建素一直和杨国忠穿一条裤子，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好鸟。而他最赏识的呢是房管。房管其人啊，年少好学，风仪沉稳，素来有贤能之名。两人一见面，房管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姿态，对天下大事是慷慨激昂，一番谈论。李亨呢本来就很看好房管，这次更是被他的风采所打动，从此深为倚重。此时的李亨啊还不知道，这个房管实际上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中原板荡，烽烟弥漫，在李亨重整山河、中兴大唐的道路上，真正能够帮助他理清头绪、矫正方向的人，根本不是徒有虚名的房管，而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泌。李泌啊，字长元，祖籍辽东郡襄平县，出生在京兆府。南北朝时期的西魏有8位柱国大将军，史称8柱国，其中有一位赵国公李泌，左辅右弼的弼。唐肃宗时期的这李泌呢，就是他的后人。李泌自幼聪明，7岁就会写文章，长大成人以后更是博览经史，工于诗书，尤其精通周易。早些年的时候，唐肃宗很欣赏李泌的才华，想要任命他担任官职，但是他不接受。玄宗呢，只好让他代召翰林，供奉东宫，以布衣的身份在太子身边行走。太子称呼他为先生。在东宫啊，辅佐了李亨几年时间。李泌呢，因为得罪了杨国忠，被逐出长安，从此干脆在深山中隐居修道。这个人好像很早就看淡名利，精通世故，极具政治才能和眼光，可是却又不愿意为官场所累，宁愿以闲云野鹤的姿态处事。李亨从马嵬驿北上灵武之际，对于未来啊是彷徨无助的，于是第一时间派人前往嵩山寻访，希望李泌能出山相助。面对山河破碎，国难当头，李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跟着使者日夜兼程赶到灵武。李亨呢喜出望外，当下就引入内殿促膝长谈，从此两人是出则连佩，寝则对榻，一切就像又重新回到了东宫的旧时光一样。李亨是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一语之意。对于李泌的倚重到什么程度呢？大大小小的军国事务都要请教李泌，几乎到了言听必从的地步，甚至一些极为关键的评判策略、人事任免也要听取李泌的建议。李亨呢，本想让李泌担任首席宰相，多次提出这个想法，但是李泌却坚决推辞，说陛下以朋友之礼待我，说明我的身份比宰相还要尊贵，又何必让我违背不想为官的心志呢？事实上，此时的李泌堪称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然仍是布衣之身，但是论及对肃宗皇帝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了文武百官，甚至超过了宰相。但是呢，也有一些例外。偶然间有那么一次啊，唐肃宗和李泌路过一所军营，有士兵在下面窃窃私语，说你看到那个穿黄衣服的了吗？那就是当今天子，是圣人。说那个穿白衣服的是山人。所谓山人，这里指的是山野村夫。李亨听到这样的话呢，心里很是过意不去，然后就把外面的议论告诉了李泌，并且说值此非常时期，我不敢强迫先生当官，但是还是请先生穿上紫袍，以免下面的人说三道四。这里所说的紫袍啊，指的是3品以上的官服。那么李泌呢，不得已只好接受建议，但是李亨又步步紧逼，说先生既然穿了紫袍，又岂能没有名分呢？随即从怀里拿出已经准备好的敕令，宣布任命李泌为世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这是李亨的一项特殊发明，也是专门为李泌量身定制。李泌见状赶紧拒绝，
不过李亨说呢，说朕不敢封你为宰相，只是暂时给你一个名分，等到叛乱平定之日，任凭先生是去是留。皇帝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这个李泌呢已经没法再推辞，最终呢只好勉强的答应下来。那位说了哈，说这李泌到底有多深的道行，能让皇帝这么样的设身处地放低姿态呢？事实上，俩人从打一见面，李泌就给出了3条重要建议。第一，他劝说李亨离开灵武，一路向南，逐步移驾到凤翔，把凤翔作为平叛大本营。第二，李亨想要任命骁勇善战的三子建宁王李谭出任天下兵马元帅，而李泌呢给出的建议呢是建宁王固然有元帅之才，但是广平王李处事长凶，如果建宁王最终平定叛乱，立下奇功，那广平王该怎么办呢？如果陛下不以建宁王为储君，那些追随他的人又怎么会答应呢？太宗皇帝和太上皇当年发生的那些事儿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李亨啊听从了建议，最终任命长子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提早消灭了一个政治隐患。第3件事，李亨对李林甫恨之入骨，打算将来在收复长安以后对其刨坟掘墓，挫骨扬灰，以报当年李林甫罗织冤案陷害东宫之仇。但是李泌对此表示反对，说李林甫啊现在不过是一具枯骨，找一个已经入土的死人寻仇，只能显得你记仇心眼小。投降叛军的人那么多，一旦听说这件事儿，这些人啊会因为担心被报复而打消反正的念头。太上皇君临天下近50年，如今一朝失意，如果听说了陛下记恨宫廷旧怨，内心难免惭愧不安。倘若因此感伤成疾，那么陛下就会被人说成是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亲。李泌啊说的隐晦，这段话背后的真正意义在于李亨称帝的合法性来源于李隆基的主动让位。如果父子二人啊因为报复李林甫而产生矛盾，将会危及李亨皇位的稳定。那么李亨不是笨人，听了这番话顿时如梦初醒，当即起身降阶下拜，声泪俱下，说朕根本没考虑这么深，是上天让先生尽此忠言啊。然后抱住李泌一顿痛哭。从马嵬驿到灵武，李亨的人设呀一直是一个被动接受一切的顾全大局的孝子。李隆基面对既定事实表现的宽容坦然，尽管被迫谢幕在山河破碎之际，但是果断退出，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把儿子扶上马再送一程。共享皇权是这父子二人在这之后的一个关键。李亨在灵武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李隆基呢则是将计就计，把平叛成功作为彻底放弃权力的先决条件。放话说，只要收复长安，就不再过问政务。那么如果收复不了呢？如果平叛失败呢？他没有说，但是言外之意已经不难猜测，一旦失败，太上皇不仅可以收回授权，甚至可以直接废立皇帝。所以到底能不能中兴平叛，就成了李亨上台以后的重中之重。有了这一层原因，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李泌提出先打范阳，而李亨坚持要先解决长安了。登基短短几个月，李亨的朝廷啊已经比草创之时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有钱有粮又有兵的情况下，李唐王朝即将打响收复长安的战役。就在方方面面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第一个给唐肃宗李亨带来失望的人，就是那位备受倚重的房管。唐肃宗李亨啊，在为了平叛努力筹措的时候，沦陷了的长安正在经受一场可怕的灾难。叛军入据长安没多久，安禄山就下令捕杀了玄宗的妹妹霍国长公主，以及众多的王妃、驸马、皇孙、郡主、县主等等。除了李唐宗室以外，凡是杨国忠、高力士的亲信党羽，以及被安禄山本人所憎恶的王公大臣，前后后80多人遇害。安禄山的命令
并不是简单的一杀了之。这些人尤其是天皇贵胄，杀完以后还要剖腹挖心，以此祭奠被玄宗处死的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这个脏活被交给了一个叫孙孝哲的人。孙孝哲他是契丹人，他的母亲是安禄山的情妇，他本人也因此得以亲近安禄山，久而久之成为心腹。据说这个孙孝哲啊，长相俊美，皮肤白皙，身长7尺。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啊，这是标准的小鲜肉一枚。但是生性残忍，心狠手辣。在长安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孙孝哲选择用铁棒杀人，一招毙命，肝脑涂地，鲜血横流，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李唐皇祖和王公大臣遭遇了灭顶之灾，长安的普通百姓也跟着惶惶不可终日。安禄山听说了玄宗逃跑的时候啊，有百姓趁乱哄抢了财物，就以此为由大肆搜刮，四处抄家。一家遭难，亲朋好友也都跟着受到牵连。长安的军民百姓因此对叛军恨之入骨。自从得知了太子李亨从马嵬分兵北上以后，民间传言说太子已经在北方集结了一支大军，很快就会来收复长安。长安百姓们由此对太子是翘首期盼。不仅如此，时不时的总有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跑到街上，扯着嗓子大喊说太子大军来了，太子大军来了。久而久之，叛军们开始受不了了。白天如果看到北方有烟尘四起，就以为官军杀到，开始惊慌失措。晚上经常被街上撕心裂肺的喊声吓醒，一来二去，叛军上下精神高度紧张，甚至很多人夜不能寐，神经衰弱。除了长安城里，长安城外围的抵抗运动此起彼伏。京畿地区的一些豪杰义士自发组织了许多的地下武装，神出鬼没，防不胜防。发展到后来，叛军基本上只具有长安一座孤城，军心也随之动摇。一个叫阿史那从里的铜锣将领首先率领5000骑兵离开了叛军，但是呢，他并没有选择归附唐军，而是准备另起炉灶，趁乱割据，并且呢，他煽动铁勒九姓、六湖州的胡人部落，很快集结了好几万人，来到灵武的北边，准备随时发动进攻，剿灭这股武装变得刻不容缓。李亨呢，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郭子仪，郭子仪又把任务交给了麾下的左武锋使仆固怀恩。仆固怀恩，铁勒仆固部人，唐朝中兴名将，跟随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将领。仆固怀恩啊，以长子仆固斌前去讨伐阿史那从里，没想到被阿史那从里给打得吃了败仗，仆固斌本人兵败投降。几天以后又找了个机会逃了回来。仆固怀恩呢，为了激励士气，大骂仆固斌变节，并且毫不犹豫地砍下了儿子的脑袋。军法无情，三军将士无不震撼。这一下再发兵，唐军个个以一当百，奋勇争先，一举击溃了阿史那从里。这场小规模的战事发生在李亨登基这一年的9月。到了10月，在唐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说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入朝觐见。这个贺兰进明在河北表现突出，肃宗下令让宰相房管起草敕令，准备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出任岭南节度使兼南海太守。可是房管啊，认为贺兰进明庸俗不堪，在起草敕令的时候自作主张，只保留了御史大夫的职务，并且还在职务前面冠以一个赦字。好不容易升了官，还是个代理的，贺兰进明心中恼火，捧着这份严重缩水的委任状，直接找到皇帝控诉房管因为个人恩怨借机报复，并且说晋朝的时候有个王衍，贵为三公，可是虚伪浮华，轻谈误国。现在的房管简直和王衍是一丘之貉。末了呢，皇帝仍然任命贺兰进明为御史大夫，并且出任河南节度使。那么房管呢，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光说不练，主动请缨，表示要领兵出征，收复两京。你说我徒有虚名，那么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吧。皇帝也表示同意，当即拍板任命房管为招讨西京兼防御扑通两关兵马使节度使，带了大概6、7万兵马，任其自行挑选将佐，兵分3路，浩浩荡荡向长安进发。敌我双方很快在咸阳东边的陈桃斜不期而遇。您别看长安的叛军啊，已经是军心不稳，
但是整体战斗力仍然不容小觑。为首2员将官都是安禄山麾下的心腹猛将，一个叫安守忠，一个叫田虔真。尤其是安守忠最是骁勇善战，综合后来的战事发展来看，安守忠之智勇几乎不亚于史思明。那么叛军有渔阳突骑，而官军这边呢有牛车阵。怎么个牛车阵呢？就是效仿春秋时期的兵车战术，采用车战。因为战马不足，所以改用牛来拉车。这个牛车足有2000辆，两边是步兵、骑兵，这是由房管亲自布局的混合作战兵团。那么安守忠如何应对的呢？安守忠命人在阵前点燃成片的火堆，然后敲响战鼓，嘶声呐喊，大呼小叫。风声、鼓声、人马喊叫声，以及冲天的火光和浓烟，那2000头牛啊，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很快就迷失了方向，惊慌失措。叛军们又放火烧车，战牛随即就被吓成了风牛、火牛，四下狂奔，横冲直撞。官军还没来得及和叛军交手，自己这边的人车牛马互相践踏，已经乱作一团。叛军趁乱纵兵冲杀，官军大败，4万多人阵亡，只剩下几千残兵跟着房管逃离了战场。房宰相不甘心就这样灰头土脸的回去，2天以后亲自领兵和叛军交战，结果再次溃败，士卒伤亡殆尽。李亨自登基以来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家底儿，就这样被房管在3天之内搞得毛干爪净，全军覆没。战败以后，房管肉袒入朝请罪，李亨啊是恨不得一刀宰了他，是李泌出面极力劝阻房管，就这样捡回一条命。房管啊并非一无是处，他在后来被贬为滨州刺史、汉州刺史，都干出了一定的政绩。应该说这个人啊或许是一位庙堂之才，最大的败笔是没有临阵经验，却又过于自负。战车在当时虽然已经不是战争的主流，但是如果运用得当，在防范骑兵冲突上仍有独特的战场价值。南朝宋武帝刘裕用2000骑兵大破北魏3万骑兵，一战封神的雀跃阵，主体布局用到的就是战车。明代的戚继光为了对抗蒙古骑兵，也用战车升级了抗倭战争使用的鸳鸯阵。唐朝陈桃协惨败的主要责任啊，并非已经过时的战车，更多的是房管尸骨不化。梦回春秋，照着葫芦画瓢，只可惜画成了漏勺。说长安被攻克以后啊，安禄山一方面让人搜刮财物，另一方面搜捕百官、宫女、宦官，每累积数百人就一起押送到洛阳，甚至把整个教坊系统打包带走，包括乐工、歌伎、舞女，以及会杂技的马匹、犀牛、大象，还有各式的乐器、戏服。集齐了教坊系统以后，安禄山就开始把人集合起来，奏乐歌舞，欣赏表演。东都洛阳啊，有一处周长126里的禁院，这个禁院有一个长5里、宽3里的水池，水池模仿大海进行设计，最初是隋炀帝所建，叫做凝碧池。凝碧池中专门设计了3座小岛，分别取名蓬莱、方丈、瀛洲，还有一座名为龙陵宫的宫殿。自打攻陷洛阳，凝碧池和龙陵宫让安禄山流连忘返。这个300斤的大胖子呀，很喜欢观看梨园弟子的演出，欣赏那些奇珍异兽的表演。可是老天偏偏剥夺了他享受爱好的权利。从起兵以来，他的眼睛就变得越来越不好使，视线越来越模糊。称帝1年以后，已经完全看不见东西，又因为吃肥，全身长满毒疮，失明外加毒疮的痛苦，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心情，脾气也是越来越暴躁，对待身边的人稍微有点不如意，轻则鞭打，重则杀掉。外边的将军们基本上是很难见上一面的。安禄山在洛阳深居宫中，有事都是通过心腹严庄传话。这个严庄呢，尽管身居高位，赶上安禄山心情不好，也难免要挨上几鞭子。久而久之，这个严庄就开始怀恨在心。说服侍安禄山的人当中啊，有一个叫李珠儿的，同样挨了很多打。李珠儿
出自契丹某个部落，10来岁的时候就跟着安禄山，人长得是清秀俊美不说，办起事来更是聪明伶俐。有那么一天，安禄山说想永远伺候我的话，就做个阉人吧。说完也不等李珠儿回答，亲自操刀斩掉李珠儿的烦恼根。由于业务不够熟练，造成了大出血。安禄山呢，就用火灰为他敷住伤口。这个李珠儿啊，足足昏死了一整天，苏醒过来，后来就成了安禄山身边最受宠信的宦官。安禄山身材肥胖，尤其是这个肚子大到出奇，每天穿衣服都需要3、4个人帮忙。2个人抬起肚子，再来个人呢，用头顶住肚子系上腰带。李珠儿就是专门头顶肚子系腰带的那位。现在是连最得欢心的李珠儿都难免常常被安禄山鞭打，因此很多人都感到危在旦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在安禄山的马鞭之下。就在这个时候呢，严庄找到李珠儿，用2句话点醒了梦中人。第一句说，你挨打的次数还数得过来吗？第2句，如果还不有所动作，恐怕我们都死期不远了。李珠儿连考虑都没考虑，当即表态加入宫廷政变。政变非同儿戏，严庄呢还找到了安庆绪作为政变的臂环。自从长兄安庆宗在长安被李隆基杀掉继齐以后，安庆绪就把自己当成了安禄山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可是安禄山并不喜欢他这个儿子，喜欢的是他的义母弟安庆恩，并且已经有打算废长立幼。立储无望，安庆绪啊常常害怕被安禄山杀掉，但是呢又想不出避祸的办法。终于有一天，严庄找到了安庆绪，直截了当的对他说有些事儿啊是不得已而为之，机不可失。这其中的潜台词，安庆绪是心领神会。既然爸爸不爱我，我何苦还爱他呢？因此当即答应下来，说兄有所为，敢不敬从。具体怎么干，您就说话吧。至此，安庆绪也加入了政变行列。说至德2载，公元757年的大年初一，安禄山接受群臣朝拜，因为疮痛发作，匆匆结束朝礼。入夜以后，月黑风高，严庄和安庆绪带着兵器站在安禄山的帐外，由李珠儿手持砍刀直入帐中，一刀就砍到了安禄山的肚子上。安禄山眼睛看不见，为了防备有人害他，平时就在这个床头放了一把刀。这会儿当他肚子上挨了一刀以后，立刻就伸手摸那把刀，可是刀啊早就已经被人拿走。安禄山抓不到从不离身的宝刀，只能摇着帐幔撕心裂肺的怒吼，说这一定是家贼。这会儿再怎么怒吼也已经不管用了，肚子已经被划开一个大口子，那个肠子肚子流了一床，只顷刻间安禄山命丧当场。纵横天下，祸乱苍生，到头来呢死在了家贼手里。用老百姓的话讲，这就活该；用佛教的话来讲呢，就是因果轮回，报应不爽。为了掩人耳目啊，严庄、安庆绪等人在床下挖了个几尺深的大洞，用毛毯包裹住安禄山的尸体，草草掩埋，告诫工人不得走漏消息，任何仪式都没有，对外宣称安禄山传位给安庆绪。安庆绪呢是个性格懦弱的人，说话也是语无伦次，终日饮酒作乐，大小事务都要征求严庄。作为政治回报，严庄被封为御史大夫、平邑王，一跃成为大燕朝的第一权臣。任何一次朝代更替啊，最为关键的有这样一个因素，就是能不能让人们在混乱之后感受到安全和秩序。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安禄山还是后来的安庆绪，都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政府。尤其是占领长安以后，叛军们忙着掠夺，止步关中，没有继续从长安出发横扫南北，这就给李唐组织反击创造了机会。在这一时期啊，辅佐肃宗李亨的人里边，最重要的几位，除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以及提供战略的李弼，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财政基础的第五旗。第五，这是汉族复姓，是极为稀少的姓氏，源自战国田齐公族田氏。第五旗京兆长安人，前面提到的贺兰进明在北海当太守，
第五旗曾是他的幕僚。贺兰进明最开始是没有战功的，是第五旗用重金招募了一群敢死队，这些人攻城略地，帮助贺兰进明获得了信都。贺兰进明需要人到成都找李隆基邀功，选来选去就想到了第五旗。到了成都就被太上皇给留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第五旗特别擅长敛财。和平时期一个善于敛财的大臣对政权的危害是巨大的。这种人能够帮皇帝获取大量的钱财，却让民间陷于凋敝，比如我们聊过的北宋末年的蔡京。但是在战乱时期，皇帝的开销大增，已经顾不上民间的死活，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将民间的财富源源不断吸入战争机器，保障前线取得胜利。这种事情就不是那些道德之臣或者军事将领所能做的了，必须依靠一些专门的人才。第五旗就是这种人。简而言之第五旗打通了一条从江淮到陕西西部和蜀中的补给线，又想办法呢把江南的重货换成更加值钱的轻货上路。最为关键的是他设计了盐法。唐朝前期是少数不实行盐业专卖的朝代，第五旗呢帮助皇帝建立了盐业专卖，使得盐业从此以后成为了国有行业。一系列的举措使得肃宗一朝的军事后勤得到了保障。解决了后勤问题，皇帝还得考虑援军。唐朝能够作战的部队都出自北方边境，而北方边境的部队呢，东军都归属安禄山统领，西军大部分在潼关被击溃，剩下的虽然服从皇帝的领导，但是存在一定的观望姿态。唯一完整的主力部队就是郭子仪的朔方军。这支军队原本已经把河北打下来七七八八，李亨登基以后，他们被强行调回朔方。郭子仪率领5万人马去见皇帝，李光弼则率领不到1万人镇守太原。这支部队呢相对完整，士气也正旺，但是兵力十分有限。为了扩大声势，壮大力量，皇帝想到了借用外力，特别是对付叛军的渔阳突骑，非借助回纥的旌旗不可。于是呢，就有了李亨封宾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成采为敦煌王，和仆固怀恩一同出使回纥，向回纥借兵。借兵暂且按住不表，咱们来说说太原的情况。在郭子仪、李光弼撤出以后，史思明开始横扫河北，见风所指，所向披靡。不到半年，整个河北地区重新沦陷。此时叛军的势力范围从范阳向南到洛阳郑州，从洛阳向西直达长安。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拿下太原，以太原为巩固点，可以同时支援范阳、洛阳、长安，形成一个更加稳固的三角形区域。安禄山在死去之前很可能也意识到了太原的重要，因此下达了围攻太原的命令。叛军一共派出4路大军，第一路头号战将史思明从柏林郡出发，经过井陉进攻太原。第二路大将蔡希德从南方出发，翻越黄河以北的太行行，直插上党地区，再进攻太原。第三路大将高秀岩由云州向南进攻。第四路由牛廷介率领，从范阳出发。4路大军总共有10万之众，对太原的东南北3个方向实施围攻。李光弼麾下的精锐全都跟着郭子仪去了灵武。此时的太原满打满算有不到1万人，而且还都是团练和义勇。战报传来，太原的守将们大惊失色，大家纷纷提议赶紧把城墙加高加固。但是主帅李光弼却摆了摆手，他说太原城周长足足40里，敌人转眼就到，现在修墙不但来不及，反而会把自己累个半死。他采取了动用人力物力更少的方法，在太原城墙4周深挖壕沟，同时呢又命人把挖出来的泥土带回城内，制造了数十万块土砖。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土砖到底用来干什么，直到敌人发动进攻，城墙屡屡坍塌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土砖的妙用。每当叛军攻破一处城墙，李光弼就命人用土砖把缺口堵上。这种动态的修墙方式相比之下更加省力，也更有针对性。叛军这边呢，为了加大攻城力度，史思明派了3000人从河北调来大量的工程器械，结果走在半路上被李光弼提前探知，用一支伏兵把3000人悉数歼灭，工程器械也都烧了个一干二净。失去了攻城的器械，
叛军围困太原1个多月，尽管日夜轮番猛攻，仍然没有办法攻克。到了后来，太原的攻防战变得好像李光弼和史思明之间的攻守游戏，双方都在寻找对方的弱点。史思明亲自挑选了一批精锐的骑兵，吩咐他们说，主力如果攻打北门，你们就去南门，主力攻打东门，你们就去西门，一旦发现薄弱环节，就给我像蝎子一样攻进去。可是李光弼恰好以治军严明著称，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四面城墙警戒森严。史思明的骑兵不断地寻找官军的漏洞，却没有一次成功。无计可施之下呀，史思明只能是一边发动强攻，一边派人天天到城下骂阵，企图用叫骂声激怒李光弼，逼他出城决战。有一天，前去骂阵的士兵突然从城下消失了，而且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种。史思明听说以后呢，带着满脸的疑惑，亲自到阵前观战。只见派去的士兵前一秒还在扯着嗓子破口大骂，后一秒身子一陷，整个人就掉进了土里。史思明这回明白了，感情李光弼呀，这是玩起了地道战。其实早在叛军还没来的时候，李光弼就开始在军中重金悬赏有特殊技能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能用到手头上，就一律予以重用。说后来呢，有3个人自告奋勇，说他们会挖地道。李光弼听说以后很高兴，马上安排人手，就跟着这哥仨开挖。这一挖就从城里挖到了城外。每当有叛军到城下叫骂，地道里的官军就突然掀开遮盖物，把人直接拖进地道，几乎是神出鬼没，防不胜防。发展到后来，叛军们连攻城都变得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就被拉进地道杀掉。除了地道，这个李光弼还让人制作了大型的投石机，这种装备更是让人闻风丧胆。一颗巨石抛射出去可以砸死20-30人。再到后来啊，史思明干脆让部队全部后撤到投石机的射程以外，打算一直围困到城里粮草耗尽。没过几天，李光弼果然撑不下去了，派人来送信儿，说史将军英明神武，城里没米没粮，已经揭不开锅了，求您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心甘情愿出城缴械投降。史思明是喜出望外，心想好你个浓眉大眼的李光弼，你也有今天呢。约定好的那个日期一到，官军果然是大开城门，列队出城投降。那个叛军们啊，一个个全都是兴高采烈前来围观。正当他们把目光全都聚集到这伙官军的时候，突然大营中间传来轰隆一声巨响，地面有一大片塌了下去，1000多名叛军官兵当场被活埋。这下史思明傻眼了，他没想到李光弼是诈降，更没想到这个地道早就挖到了他的大营，下面全都用粗木支撑着，专等合适的时机杀叛军个措手不及。顷刻间，叛军大营是人仰马翻，一片混乱。李光弼趁乱出击，一举捕斩了1万多人。就在这俩人相持不下的时候，安禄山死了，安庆绪呢命令史思明撤回范阳防守老巢，留下蔡希德等人继续围攻太原。没过多久，叛军因为久攻不下，锐气尽丧，军心动摇。李光弼瞅准时机，亲自率领敢死队出城攻击，一战大破叛军，阵斩7万有余，彻底解了太原之围。与此同时啊，回到范阳的史思明内心开始蠢蠢欲动。过去安禄山活着的时候，他只是一员得力干将，现在安禄山死了，范阳本来就是根基，史思明呢掌握着叛军最为精锐的部队，更何况自打起兵开始，从长安、洛阳2京掠夺的财富全都运回了范阳。此时的史思明啊，已经是全天下最有钱的军阀，野心的膨胀让他不再甘心听命于安庆绪。从此以后的叛军实际上分裂成了2个部分，一个是位于范阳的史思明集团，一个是位于洛阳的安庆绪集团。双方表面上仍然保持着臣属关系，然而裂痕也越来越明显。就在李光弼取得太原大捷的时候，唐肃宗李亨也来到了凤翔，可是究竟应该从哪个方向进行反攻，在唐廷内部出现了一些争议。唐朝的反攻在战略层面有3种声音。第一种最早由房管提出，他的主张呢是正面进攻，
先收复长安、洛阳，而后向北进兵范阳。第二种由郭子仪提出，他主张的呢是迂回作战，出骑兵占领潼关，切断长安和洛阳的联络线，然后依照长安、洛阳、范阳逐一进行收复。这第三种是李泌提出的先远后近的策略。他认为王师平叛应该首先考虑长治久安，以绝后患。现在的叛军之中，真正能打的将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虔真、张忠志和阿史那成庆寥寥数人而已。如果让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入河北，郭子仪从平邑进河东，则史思明和张忠志不敢离开河北，安守忠和田虔真也不敢离开长安，等于是只用了2军就锁住了敌人4军。这样呢，叛军就只剩下阿史那成庆这一支机动力量。下一步呢，由李亨亲自坐镇凤翔，牵制长安，和郭子仪、李光弼轮番出兵。叛军救援长安就去打范阳，叛军救援范阳就去打长安，让敌人在数千里的这个战线上来回奔袭。不出1年，叛军必然锐气尽丧，最后再派一支偏师走塞北，和李光弼一起围攻范阳，这样必然能够大功告成。千百年来啊，有关安史之乱的评判策略一直有所争论。李泌的策略势必更利于长治久安，一劳永逸的解决叛乱问题，但是呢，对于当时的形势而言，这样做显然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因为如果首先攻克两京，更能振奋官军士气，对李亨的皇权稳固也更加有利。不管采取哪一种策略，官军首先都需要夺回一块掌握在叛军手中的土地，就是河东地区。在今天的陕西、河南、山西的交界处，由北向南的黄河突然向东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在山西境内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突出地带。这片区域南边靠近黄河的地方有一片狭长的低地，是今天山西省芮城县的所在地。芮城往北是中条山，过了中条山有一片盆地，包括现在的运城市、永济市、临沂县，直到北边的河津市、稷山县。在中国历史上啊，这块盆地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从这里向南翻过中条山，可以到达灵宝和三门峡，进入河南。向西呢，越过黄河就是陕西。向北顺着汾河可以去往太原。河东地区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的秦魏相争、北朝东西魏大战都主要发生在河东地区。李光弼打赢了太原保卫战以后啊，由郭子仪率领朔方军在河东接连打败叛军，重新夺回了河东，取得了局部的战略主动权。可是接下来呢，皇帝和李泌的分歧出现了，到底是留下两京先打范阳，还是以河东为跳板先打两京？两人甚至有过一番争论。皇帝最终呢选择了后者，李泌的提议遭到否决。从后面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不得不说李泌的策略睿智且富于远见。不久之后，两京的确顺利克复，但是中肃宗一朝，官军一直没能克服河北诸镇。不光如此，此后150年，中有唐一带河北诸镇始终强藩割据，长期脱离中央，几乎成了化外之邦。如果追根溯源，和李亨拒绝李泌的建议是脱离不了关系的。说至德2载的2月，李亨准备从东西2个方向夹击长安。东边呢是郭子仪在河东的部队，西边有王思礼、郭英义、王南德领兵驻扎在长安以西的平原上。如果东西两路配合得当，很可能对长安一攻而下。可就在这个时候，叛军方面率先采取了行动。2月19啊，叛军主将安守忠进犯武功，唐军将领郭英义脸上中箭受伤而逃，王南德没有派兵救援，紧跟着逃命，剩下一个王思礼不得不退兵凤翔，重新构筑防线。3天以后，东线的郭子仪派出自己的儿子郭干、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作渡过黄河，攻破潼关，斩首500骑。这个潼关啊，关系到长安和洛阳之间的联络，安庆绪紧急派兵前去救援。郭干等人扛不住，一场大战重新丢了潼关，1万多人阵亡，李韶光、王作战死，令员大将仆固怀恩抱着马脖子渡过渭水，退保河东。
大概1个月以后，长安的安守忠亲率2万骑兵进攻河东，但是遭到郭子仪的掩杀，斩首8000，俘虏5000。第一回合，双方各有胜负。皇帝李亨是求胜心切，因此决定集中兵力，一举克服长安。于是对最高军事指挥人选进行调整，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从河东移师凤翔，全面负责收复两京的战事。这年的4月底，郭子仪和王思礼在咸阳西南会合，随后进驻到决水西岸。叛军的安守忠、李归仁立刻领兵屯驻到长安西郊的清渠，双方相互对峙了7天7夜，官军始终没有前进一步。7天以后，安守忠假装撤兵，郭子仪全军出击。安守忠以9000精骑摆成一字长蛇阵，官军攻打其腰部，斩成2截，长蛇阵的首尾瞬间变作2翼，将官军团团围住。这一战是郭子仪升任实际上的平叛总司令以后首次亲自指挥的战役，结果遭遇了惨败，伤亡的情况已经直追上一年房管的陈涛协之战。官军抛弃了所有的军资器械，退守武功，凤翔再度戒严。郭子仪上表请罪，这第2回合以官军败北收场。清渠之战的失败有郭子仪轻敌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实力不足。这个时候集中在凤翔的官军主力有郭子仪的朔方军精锐，也有陇右、河西、安西、北庭4镇兵马。考虑到以当时的兵源和战力还不足以在平原上与实力尚存的叛军主力相抗衡，那么郭子仪提出建议向回纥借兵。在前一年敦煌王李成采和仆固怀恩曾前往回纥求援，回纥可汗很给面子，不仅派了援兵，还把女儿嫁给了李成采。几人回到唐廷复命，肃宗皇帝下令赐封回纥可汗的女儿为公主。后来剿灭阿史那从里，一定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回纥的部队。郭子仪在当时亲眼目睹了回纥骑兵的强大战力，尤其是对叛军骑兵的克制，因此在克服长安的关键时刻，专门提出以骑制骑的想法。李亨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派人向回纥紧急求援。借来的兵不多，拢共4000多人，但是全部都是精锐骑兵，领队的是回纥可汗的儿子叶护。叶护实际上是古代突厥回纥的官名，地位仅次于可汗。这次来的这位呢，具体名字不详，只在唐朝的有关史料能够看到有叶护或者叶护太子。说叶护太子这一来，就和唐军的高层打成一片，和郭子仪成了酒友，和广平王李处结为异姓兄弟。除了回纥的骑兵，官军中还有不少来自西域和中亚的盟军，比如中亚古国拔汗纳出兵相助，比如于田王尉迟胜亲自领兵5000入援。那么回纥骑兵的到来给了李亨和郭子仪足够的底气。无利不起早，唐朝为回纥军队每天提供羊200口、牛20头、米40斛。更关键的是，双方约定好克成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只要攻克长安，皇帝只要土地和人民，所有的金帛和女人都归给回纥。至德2载8月23，肃宗犒赏众将谋划攻取长安。宴席间，李亨特意勉励郭子仪说：“事之既否，在此行也。”郭子仪呢，当众表态说：“此行不捷，臣必死之。不成功便成仁，没什么好说的。拿不下长安，也就没必要再活着回来了。”至德2载9月12，唐肃宗李亨发布向长安发起总攻的命令，由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李处总领15万大军，对外号称20万，即日挥师东进。9月27，各路大军进至长安西郊，在香积寺北风水东岸布阵，李思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这里的香积寺是一座著名古刹，汉传佛教净土宗的祖庭之一。镇西北庭支度节度使李思业，京兆高陵人，此人身长7尺，力大无穷，每逢战事必然身先士卒，所向披靡，手中一把陌刀，威震西域，人称神通大将。这一次因为唐肃宗的命令，李思业率领安西北庭2都护府精兵不远万里入关平乱。
王思礼是高句丽人，祖籍在瀛州，将门之后自幼熟知军旅，曾经是哥舒翰的副手。潼关兵败以后，王思礼仓皇逃回，临危受命，统领河西陇右的残余兵马。这位人物的特点是擅长出谋划策，却不擅长战阵指挥，但是一直以来法令严整，士兵们不敢违抗，王思礼因此受到当时人们所称道。说就在官军进抵香积寺的当天，10万叛军也在香积寺以北摆开阵势，领兵的2员主将分别是安守忠、李贵人，也就是不久前在清渠之战击败郭子仪的叛军黄金组合。双方都没有观望拖延，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会战香积寺之战就此爆发，大唐兴衰在此一举。首个回合由叛军将领李贵人挑起，他率部出阵挑战，很快被官军打退，官军乘胜追击，一拥而上，遭到叛军大部队的反击。唐军的这个战斗力也并不强，面对敌军主力渐渐开始退却，眼瞅着阵型已经七扭八歪，马上就要全线崩溃。比较幸运的是，随着官军们出现混乱，被丢弃的一些辎重物资吸引了叛军士兵们前去哄抢，官军由此获得了一次极为难得的重整阵型的机会。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前军主将李嗣业挺身而出，说今日不以身而贼，君无节已矣。今天如果不以命相搏，大军就全完了。李嗣业说完，随即脱掉铠甲，赤裸上身，手持一把陌刀立于阵前，瞬间好似杀神附体，实载挡其刀者人马俱碎。在接连斩杀了数十人之后，官军暂时稳住阵脚。紧接着，李嗣业摆出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著名的陌刀阵，前军所有将士长刀在手，如墙而进，大呼奋击，士气大振，一时间所向披靡。这个战场的形势随之逆转，叛军开始节节后退。所谓陌刀，是唐朝军队的制式武器，双刃长柄，长约1丈，重20-30斤。陌刀的起源据说可以追溯到汉代，隋末唐初，北方的边军开始陆续使用陌刀。天宝以后，陌刀在安西大规模的普及，甚至一度成为安西军队的中坚力量。陌刀的作用有守城接斩，香积寺之战的陌刀阵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军骑兵数量不足的劣势，为步兵结阵去对抗骑兵，也就是以步制骑，提供了古代世界的最佳解决方案。我们之前聊过的岳家军郾城大捷同样采取了这一方式，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岳飞把陌刀换成了斩马刀和巨斧。在香积寺这场决定帝国命运的战役中不仅是李嗣业这种勇冠三军的猛将表现出了一贯的骁勇，连之前在武功不战而逃的王南德也十分难得的一往无前。说这王南德为了去救一名被包围的副将，被人一箭射中眉骨，大叫一声，拔出箭头，结果皮开肉绽，额头上一块皮垂了下来，挡住了眼睛。王南德呢，干脆一把拽下头皮，满脸鲜血，仍然奋勇拼杀，向前突击。就在两军开战之前安守忠留了后手，他知道自己兵力比官军的少，于是呢，在战场的东面埋伏下一支精锐，准备在双方打到难解难分的时候，绕到官军背后偷袭。上一期我们讲过的潼关之战，哥舒翰在灵宝西园同样是背后遭到偷袭，最终惨败。那么这一次在香积寺，官军的斥候侥幸侦察到了叛军伏兵的动向，并且立刻飞马报知中军主将郭子仪。郭子仪预判了安守忠的预判，命令仆固怀恩带上一支回纥骑兵，直扑叛军伏兵所在，迅速将其歼灭。得知伏兵已经全军覆没，叛军上下顿时士气大挫。李嗣业趁机与回纥兵团一起迂回到敌军背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和郭子仪的中军前后夹击。至此，叛军终于全线崩溃。这一战从午时一直打到酉时，经过6到8小时的高强度作战以后，叛军一共被斩首了6万余骑，掉进沟壑踩踏而死者不计其数。安守忠、李贵人收敛残兵，弃城而走，一口气跑到了陕军。第二天9月28，官军浩浩荡荡开进城中，宣布长安光复。伴随着胜利的喜悦，
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摆在了广平王李处的面前。他的父皇轻易许诺说，克成之日，金帛子女尽归回纥。现在长安顺利打下来了，该如何兑现这个承诺呢？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收看收听本期节目，这里是烽火照东南安史之乱的第3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正史，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长安克复以后啊，东京洛阳随即也被光复。当年的年底，史思明自范阳派出使者赶赴长安，向唐肃宗李亨递上降表。随着史思明的归降，李亨欣喜若狂，烽火狼烟啊，似乎已经渐渐消失。就在李亨大封群臣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名字引起了文武百官极大的争论，念他好的说他居功至伟，诋毁他的说他罪恶滔天。所犯下的罪名最要紧的就一条，他吃了很多人。这个人物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他的名字叫做张巡。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